说到梦之队呢，大多数球迷肯定会联想到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夺冠的美国男子篮球队。不过其实在世界足坛的历史上也有一支梦之队，那就是位于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。巴塞罗那是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首府，也是全球观光客最多的旅游城市之一。著名的圣家族大教堂米拉之家也坐落在这座靠近地中海的城市。而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则是世界足坛最成功的足球队之一。红蓝军团的历史上其实有几个可以被称为王朝的时代，分别是1991至1994的梦一队、2003至2008的梦二队、2008至2012的梦三队和2014至2017的梦四队。而我们今天所说的梦三则是实力最巅峰的王朝。2008年夏天，巴塞罗那决心进行改革，将梦二队的功勋教头里杰卡尔德辞退，由过去曾效力于队上的瓜迪奥拉接班。当时瓜迪奥拉清洗了一些梦二的主力球员，像是罗纳尔迪尼奥和德科，并且从塞维利亚队引进阿尔维斯和凯塔等人。随着新球员的到来，瓜迪奥拉围绕着哈维、伊涅斯塔和梅西，逐渐打造出一支心中理想的球队。除此之外，瓜迪奥拉在刚上任就确立梅西的核心地位，重用自家青训球员，也就是闻名世界的拉玛西亚青训营，以及将他的足球理念与传控打法战术 Tiki-Taka 完美地融入了巴塞罗那。种种因素汇总起来，造就了世界足坛史无前例的梦三王朝。而梅西也在瓜迪奥拉的手下逐渐成长为世界球王。这支巴塞罗那阵中由队长普约尔坐镇后防线，再加上守门员巴尔德斯、后卫皮克、阿尔维斯、三中场布斯克茨、哈维、伊涅斯塔和前锋梅西、埃托奥、亨利。2012年加入的比利亚、佩德罗等人，整支球队可以说是星光熠熠，几乎每个位置都是近20年来的世界最佳。2008至09赛季，巴塞罗那在各个赛场都可以说是一帆风顺。不仅在西甲赛场以6-2大胜死敌皇家马德里，这也是70年代之后西班牙国家德比中的最大比分的客场胜仗，最终以破纪录的87分联赛积分以及105粒进球夺得西甲冠军。而在西班牙国王杯的决赛也以4-1击败劲旅毕尔巴鄂竞技。最后在2009年5月28日的欧冠决赛，巴塞罗那以7位青训球员作为首发，以2-0击败英超冠军曼联，完成3冠王的空前成就，这也是西班牙足球史上的第一个3冠王。不仅如此，在随后的欧洲超级杯、西班牙超级杯和世俱杯，巴塞罗那全部都拿下冠军，成为世界足坛史上第一支在1年内夺得6个冠军的球队，加冕为6冠王。直到今天，也仅有巴塞罗那与拜仁慕尼黑获此殊荣。然而，这只是表演的序幕，在随后的3年中，巴塞罗那依旧在欧洲赛场有着统治级的实力，甚至在2010至2011赛季又拿下一次5冠王的成就。这次巴塞罗那到底有多强呢？在瓜迪奥拉执教的4年之中，巴塞罗那拿下了19项比赛中的其中14座冠军，包括3个西甲冠军、2个欧冠冠军、2个国王杯冠军、3个西班牙超级杯冠军、2个欧洲超级杯冠军、2个世俱杯冠军。要知道，整个欧洲有数千支职业足球队，而巴塞罗那能在他们之中脱颖而出，同时也保持多年顶尖的状态，不管是实力还是地位，都已在历史留名。梅西也在这段时间连续4年都拿下世界足球先生和金球奖，成为当时足坛无可争议的第一人。而瓜迪奥拉也一战成名，成为世界足坛最优秀的教练之一。除了冠军拿到手软之外，中场在哈维、伊涅斯塔还有布斯克茨3核心的带领之下，踢出的 Tiki-Taka 还有4-3-3的攻势足球阵型，也成为近代足坛的基石之一。用行云流水的小组配合，频繁跑位，加上快速短传去撕裂对手的防线，用控球替代防守以及就地反抢的战术，大幅降低了后防球员的防守压力，也让巴塞罗那成为统治世界足坛的球队。
不管是2008至2012年期间登顶世界的西班牙队，或者是夺得2014年世界杯冠军的德国队，以及瓜迪奥拉在巴塞罗那之后执教的拜仁慕尼黑以及曼城，都可以看到当年巴塞罗那的影子。然而随着2011到2012赛季在欧冠4强被切尔西挡在决赛之外，在穆里尼奥带领的皇马强压巴萨夺下西甲冠军后，瓜迪奥拉决定在赛季结束离开巴塞罗那，梦三王朝也逐渐走入尾声。现在回头来看，用宇宙队、地表最强来形容当年的巴塞罗那一点也不为过。这支球队最恐怖的地方，并不是在4年内夺得14个冠军奖杯，也不是创造史无前例的6冠王伟业，而是他们能用 Tiki-Taka 将任何一支球队都变成处于弱势的一方。无论是在西班牙国家德比的皇马，还是欧冠决赛的曼联，在梦三前面都显得相形见绌。虽然说现在巴塞罗那仍是顶尖的豪门，但相信对大部分的巴萨迷甚至球迷而言，梦三王朝应该是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吧。当年巴塞罗那踢的不仅仅是足球，更是一种艺术的展现。